因为呢，我打算去珠江新城看车，所以呢，准备开车去。这车在这里停了有2天了。哎，这几天没睡好，感觉状态好差呀，精神状态都不好。这2天睡在我朋友家里呢，也没怎么睡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回到了我以前高3的那段时间。以前高3的时候，我经常失眠，就总是睡不着觉。然后那一段时间呢，也是精神状态很差，就跟这几天这段时间一样，感觉就是一直失眠，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今天先去看一下车，然后其他的车呢以后再看了。因为今天我要看的这辆车呢是广州才有的，就其他地方看不到。其实呢，我来广州就是特意来看这个车的，原来我并不知道这个车，然后网友都推荐了，我才打算去看一下。我买车的预算呢是大概30万这样子，落地30万，所以说车价呢就不要超过28万，就是28万以内，最好是越野车。我也去看了一下二手的越野车啊，好像我这个价格呢，这个预算呢能买得到牧马人，二手的牧马人，我这个预算的话大概能买得到15年、16年左右的这个撒哈拉或者卢比肯。但是我在想，二手的牧马人呢，而且是15年、16年的这个年份的话呢，多多少少身上都是带了一点伤的，所以说我考虑再三呢，还是决定买一个新车吧，就不考虑买二手车了。当然我觉得牧马人也很帅啊，也很喜欢，但是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吧。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越野车推荐的话呢，也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给我留言啊，我一定会去看的。好吧，现在出发。这里去珠江新城应该要半个多小时吧。这已经把车给停好了，停在置地广场这一边，然后要往那一边，就是花城汇那一边走。这个就是西塔了，西塔旁边是东塔，哇，超级高。每次来到大城市里边，都感觉自己好渺小，好渺小啊，就渺小的如一粒沙尘一样。对整个城市来说，不值得一提。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珠江新城最中心的一个位置，是整个广州的一个中心的线吧，算是中心线吧。在旁边呢全是高楼大厦，一条人行道划分了2边，都觉得这里像是纽约的那个中心花园，因为这里的绿化，然后很多游人在这里可以走，真的很漂亮，很舒服走在这里。因为整个城市中心呢，它是特别的繁忙的，但是这里呢能寻得一处安静。老远我就看到了，相信大家也猜到了我要来看的是什么车了，就是这一边对面的那个坦克 SUV， 里面呢有展出很多素车，还有就官方改装过的一些车。自从坦克300火了之后呢，他们就在天河这里弄了一个超大的，全国唯一一个体验中心。这个就是橙色的一个素车版本。您是媒体吗？我是一个旅游博主，我是来看一下越野车，然后就特地过来这边看一下。我给您介绍一下吧。可以。300的话，现在分为城市版和越野版。比如说现在这个红牌的这里就是这些都是越野版城市版。城市版越野版是这边黑色，然后我那边还有红色的。这里好像还有官方改装的版本是吧？之前有，现在撤了。撤了因为卖完了，所以说就不摆在这儿了。这样子一台都没有了吗？对，没有了。我还说过来看一下那个改装的版本呢。哪里能看得到？你知道吗？改装现在应该都看不到，因为其实全广州应该都没有改装款了，都卖完了。它的后排能放倒吗？可以放倒。带您看一下吧。好的。哥，坐垫往前抽。它是直接往前推的。对，跟我们之前的那车不一样。我们之前那个它是直接倒下去的。后排这里可以，就是尾箱这边直接拍可能更加直观一些。对，其实这个没电了。没电了。这个空间好像跟我那台车也差不多。我主要是看一下我能不能睡得下，因为有的时候在野外，越野的时候需要睡车里面。顶到头了，到这里，然后脚的话就到这里，好像关不起门呢。关不了门。如果侧着睡呢？勉强可以。侧着睡可以，但是侧着睡的话就空间的话，我到时候东西可以摆这边。对，可以考虑是这样的。这里就只能侧着睡了，如果在野外的话。对。要试驾吗？可以啊。刚好试着躺了一下，是顶到头的，然后脚是大概到了这个位置。
斜着睡没问题，斜着睡它的空间是可以，就我刚好整个人是躺下去了。斜着睡的话，那边也可以放箱子，然后半斤呢也是可以睡在这一边或者这一边都可以。空间比我那个车其实看起来很宽敞很大，它这辆车其实看起来比我那个车大很多，但是后排的这个长度不够，长度不太够。它正方形的一个箱体上面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坐是能够坐得直的。哇，它这个后边的这个车门还挺沉，整个车这样子看还是很帅气的，很硬朗，方方正正的。里边的话呢，这个你看这个挡杆很像飞行员的那个飞机上的那个挡杆，而且它这个屏幕好大块啊，感觉这个车看起来很大，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空间，就车里面的空间并没有说特别的宽敞，但是高度是有的，上面的高度是比较高。你看我坐起来，上面还有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但是两边的座椅都挺小的感觉，就是空间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局促一点。总体来说的话，这个车设计还是比较时尚的，看起来很大气。就是后边的这个后排放倒之后呢，有一点点短了。其实我想看的是这一款，这个风铃铁骑改装版的，因为这个改装版我看了一下，售价是27万，刚好跟我的预算是一样的，而且看起来呢十分的大气。但是可惜现在没有了，展厅里面没有。现在我们是坐上这个越野版，对，越野版的高配征服者，车价是21万3800的，21万3800。对，先由我来给您讲解一下基础功能啊。像比如说这个车的话是越野版的高配，那么360影像这些也都有了。比如说我们打个右转灯，那这边可以看到右前轮这个视角，包括底盘呢也都是透明可见的，咱们可以看到底盘下面的东西，对。就是在户外用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车本身呢，所有的配置都是同样的动力配置，就 2.0T 发动机，加一个采埃孚的 8AT 变速箱啊。右边的中控大屏的内容可以直接3指飞屏，直接飞到左边来。像越野版的话，它的4驱方式是分时4驱，也就是手动去切换2驱和4驱的。在这个地方有旋钮，咱们可以直接去切。然后左边还有一个旋钮，这个是有5种驾驶模式的，就比如说雪地、沙地、泥地之类的 Auto 路。而且呢，车本身是配备3把锁的。我们试驾是到哪里去试驾？临江大道。临江大道啊。对。不足的就是后排的空间稍微小了一点。后排小一点，因为这个车毕竟它定位就是越野紧凑型的。紧凑型啊，紧凑型。坐在车里面感觉隔音还是可以的，其实。比我那辆车隔音好，就过减速带的时候，感觉这个震感还是挺明显的。是的，没车的话，我们来试一下加速，我给您踩一脚加速。这个涡轮介入之后，提速还是比较明显的。对，这个提速很快。对。好，那么过了红绿灯之后，我跟您换一下，在前面靠右停一下。坐在这个驾驶室，感觉还是视野蛮高的。可能是我以前开惯了这个比较小的那个车，而且这个加速的感受比较线性。这个车重是多少啊？2吨，2吨重。对，难怪它刚刚就是放了那个油门，它也不会走啊。我觉得现在这辆车的话，它除了这个减震就是比较硬之外，给我的感觉还是蛮好的。就开起来这个舒适的程度，还是说这个加速的这个比较线性，然后这个隔音也比较好。对，我刚刚试了一下，我觉得这台车驾驶感受还是很好的，就是比我那台车要好很多。而且它这个刹车踏板以及这个加速的踏板也特别的柔和，调的特别好，特别舒服踩下去。但是它就是车比较重，一开始呢起步会慢一点，但是后面加速起来呢，就是那个涡轮介入之后加速还是很猛的。它这个底盘的透视特别好，对，就是看得到有没有压线。是的，轻微打一下方向，它就看得到了。就有这个360度的影像出来。是的，刚刚呢，我是跟着工作人员去试驾的，试驾了这个越野版，也就是顶配，感觉整个车驾驶感受还是可以的，还是很不错。当然了，我所有的这些感受都是跟我之前的那台 CS75作为一个比较、一个对比。所以就感觉它这个坦克300这个驾驶感受还是可以，而且它在升档或者降档的过程当中还是很平顺的。
当然它也有缺点，就是它的车重比较重，这就涉及到油耗的问题了。它车重是2吨重的，刚起步的时候你这个刹车放了，它也不会走。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减震，就是悬挂调的比较硬。因为越野版呢，它需要你驾驶员去感知那个路面的一个情况的嘛，所以说它调的特别的硬，震感就很明显了。尤其是过减速带的时候，它这个车颠簸那个感觉传入到这个驾驶员还有乘客里边呢，就比较没那么舒服了。今天呢，我是来看这个300的一个改装版，就是风铃铁骑的，并不是来看这个坦克300的素车。但是风铃铁骑呢，它也是用越野版所改装升级而成的，所以说我试驾这个呢，也是体验一下那个风铃铁骑的一个试驾的感受是一样的。不过没关系，我是网上可以找一下其他的资料去了解一下风铃铁骑。我想看风铃铁骑呢，一个是因为风铃铁骑的它的外观还有整体的一个改装的风格十分的硬朗，十分的大气，十分的一个有气质，所以我才想看这一款车的。因为我没有看到风铃铁骑的实车，所以只能在网上查看这辆车的资料了。这辆车呢是顶火和长城共创的一个官方改装的车型，可以合法上路的。整个车是做了2英寸的升高，双肾进气格栅， KMC 的轮毂，还有280/7017的白鹭齿的轮胎，加装了氮气减震，还有加强的支臂，以及顶胎器等等各方面的改装和升级。那么今天我去看了这个风铃铁骑，也就是坦克300的一个官方改装版本。其实我觉得它很符合我对于越野车的一个想象，就是很硬派、很硬朗，然后呢，改装之后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十分的大气，十分的有气质。所以说呢，这款车呢我还是蛮喜欢的。但是目前这款车呢，因为它是限量版，已经卖光了，所以说如果我要买这台车的话呢，只能从别人就私人的手上买一些转让的名额。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加价的问题了。我看了一下，现在转让的价格好像大概是在1万块起步的。所以说如果我要买这台车的话，我的预算会到，就是我实际的支付金额可能会到28这样子，然后呢落地可能超过30了。所以说风铃铁骑呢就是在我的考虑列表之中，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的，因为我还有其他几款比较想去看的越野车要去看。等我把那几款越野车都看完了，然后再做个对比，最终呢才选定出自己想买的车。风铃铁骑呢是我看的第一辆车，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给我提出来，然后我都会去翻看的。同时呢，如果你是坦克300的车主，也欢迎你给我提一些意见，就是说驾驶感受啊，以及这辆车的总体的这个越野能力怎么样？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